由6月9號至今，香港經歷好多史無前例嘅創舉，無論遊行人數、抗爭手段以及警察所使用嘅彈藥數量等，都遠超以往嘅紀錄。運動抗爭經歷3個月，期間社會經歷多場大型嘅事件，香港政府先正式撤回逃犯條例嘅修訂。我作為香港人，好想喺網絡上整合3個月裏邊所發生過嘅3個大型事件，希望令外間以及香港人更加理解同堅持5大訴求，點解要缺一不可。引發以下3件大型事件，亦要由香港政府漠視6月9號100萬人反修例遊行開始講起。基於市民對逃犯條例修訂有質疑，而且香港同大陸嘅司法制度唔一樣，直到6月9號有100萬人遊行之後，香港政府仍然對修訂逃犯條例嘅態度處於極之強硬。若然示威者唔將行動升級，逃犯修例好大機會會喺立法會上通過，從而造就612圍困事件。事緣6月12號民間自發包圍立法會，希望阻止議會通過修例。當日下晝2點半，立法會門外發生警民衝突，直到3點，警方強行將現場所有人士以及和平示威區嘅民眾暴力式清場，期間引發大量群眾被逼離開現場，繼而圍困喺中信大廈門外。防暴警察更加將催淚彈投擲到有申請和平示威區嘅地方以及室內空間，令到群眾無處可逃，強迫呼吸催淚氣體。721白衣人無差別襲擊事件，當日有自稱守護香港嘅團體喺元朗集結，企圖襲擊當日參與遊行嘅人士，打壓合法示威活動。而事發前1日已經有人向警方舉報有關嘅行動。當晚大量白衣人士手持武器毆打途經人士，更加衝入車站裏邊無差別襲擊途人，包括孕婦、記者、救護員。而警方接報後40分鐘先到場，期間並冇拘捕在場嘅白衣人。直到白衣人撤回返村外集合，警方離開之後，白衣人又再次襲擊站內嘅途人。最後警方封鎖村口，並對記者表示冇發現到白衣人有持有武器，而又有警員帶走鐵通等嘅證據上車。事件至今近2個月，只有5個人被控暴動罪，令人質疑警方同勢力人士有勾結，造就721事件。831防暴警察無差別襲擊事件，當晚港鐵站內有唔同政見人士起衝突，港鐵報警期間，防暴警察喺未有充分了解車廂內嘅乘客身份底下，突然無差別攻擊車廂裏邊嘅乘客，而施暴後有部分傷者並冇立即拘捕，而且有鏡頭拍攝到警方拘捕期間，懷疑故意損壞他人嘅財產，以及妨礙司法公正。若然香港政府顧及民意提早撤回修例，香港人就未必需要為政府對民意背道而馳，而間接造成3個月內多人傷亡。所以示威者眼見6月12號警方暴力清場之後，提出5大訴求，當中5大訴求並冇港獨成分，而且612包圍立法會，警方對於當日嘅活動係咪暴動，亦都冇明確嘅答案。所以當日示威者被起訴暴動罪，亦都受到質疑。另外2宗721、831無差別襲擊事件，以及警方操守嘅問題，令到示威者絕對唔希望由冇調查權力嘅監警會調查警方，而係成立有公信力、有調查權力嘅獨立調查委員會去徹查警方喺示威期間內嘅違法行為。現時反修例運動亦都隨住警方嘅濫權濫捕，升級成為抗爭運動。5大訴求亦都只係達成撤回逃犯修例，為咗解決逃犯修例所帶出嚟嘅社會問題根源，避免下屆嘅政府同樣會拒聽民意。所以訴求裏邊亦都要求政府落實普選制度，爭取下屆嘅特首選舉可以經由香港人票選特首，會比現時嘅特首只經由1200人所票選出嚟嘅特首更具民意而且認受性。而普選呢個訴求亦合乎基本法當初文獻會為香港人實施普選特首嘅制度，而必不追究反送中抗爭者呢項訴求。我認為可以解釋點解當初有8萬人參加反修例遊行嘅期間會戴上口罩呢個舉動。當初示威者對於香港政府以及大陸嘅法治不信任，示威者會認為參與示威之後被認出會受到秋後算賬，情況就好似政治人物出入境受影響，香港藝人被封殺，航空公司解僱曾經參與反修例嘅僱員一樣，因為政見而令到生活受影響。
再加上警員嘅操守問題，例如虐打被捕人士、冇佩戴委任證、室內開槍，再加上警員係會喬裝成示威者執法，令人認為警方刻意製造誘捕機會，令到被捕者受到不公平嘅環境證據底下被拘捕，而寫下呢項嘅訴求。運動發生之後，亦有示威者因為抗爭而離世。如果早喺6月9號和平示威之後，政府提早撤回修例，警方唔會無理拘捕，對被捕者濫用暴力，唔會封鎖交通工具，打壓遊行示威，以戒嚴嘅方式喺車站裏邊截查搜身，唔會包庇政府支持者嘅暴行，公平執法，或者早就阻止悲劇發生，亦唔會令示威者行動跟住情緒升級，因為從來令市民被起訴罪名嘅只有執法者。如果執法者再加上當權者一齊濫權，示威者先迫不得已要為香港嘅前途付出自己嘅前途，所以香港人必定會帶住已經離世嘅示威者致願，各地對香港嘅祝福，一直堅持5大訴求，為應有嘅權利抗爭到最後一刻，亦為香港嘅遊客造成不便。講聲唔好意思，希望可以諒解，支持香港嘅示威者，為住唔受地域界限嘅民主自由，同抗爭者繼續同行。